各位朋友好，我是岁月安心站的张平英。今天有个重要好消息，尤其家中有65岁以上长辈的，请一定要仔细听。从2026年起，高龄年金将有新调整，65岁以上长辈每月可直接多领2000元。不仅如此，以往的限制条件也大幅放宽，预计将有约32万长辈受惠。我知道大家可能有很多疑问，自己是否符合条件，能多领多少？门槛放宽具体指什么？请别着急，今天我就像和家人聊天一样，把新制度的前因后果、具体细节清清楚楚地说给大家听，让每位长辈都能听懂，算清，顺顺利利把这份国家的关怀领到手。在咱们开讲之前，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能给您提个醒，帮上忙，那我真心麻烦您动动手指给咱们岁月安心站点个关注，再按一下那个点赞的按钮。您的这点支持就是我坚持分享的最大动力，每份鼓励我都记在心里。好了，下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首先得弄清楚最根本的一件事，这次说的高龄年金新制到底是管哪笔钱的？平时大家嘴里念到的养老金、老年金，其实主要就分两大块，一块是上班时单位给交的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另一块是给没有劳保的国民准备的国民年金老年年金。这次的新规矩把这两大类都涵盖进去了，重点就是关照咱们65岁及以上的老前辈，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待遇提升，不是空话。很多长辈操劳了大半辈子，退休后的日子就指望这点年金来支撑日常开销。您可别小看这每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是不多，但细水长流啊。不管是给家里添点更有营养的饭菜，还是应付一下水电煤气这些日常开支，甚至是万一有个头疼脑热需要买点药，这多出来的钱都能让日子过得更踏实、更宽裕一些，心里也多了份底气。好了，接下来咱们就敲黑板，划重点，说说第一个，也是最让人高兴的亮点，这每月多出来的2000块钱到底是打哪儿来的？凭什么就能多领了呢？我可得跟大家说清楚，这笔钱的增加可不是随便拍拍脑袋就决定的，它是咱们国家整个养老保障体系优化升级的一部分，是综合考虑了经济发展情况和咱们高龄群体实实在在的生活需要，特别为65岁以上长辈定制的暖心包。具体来说，这2000元啊，是在您原来该领的那份年金的基础上，通过2个渠道加上去的。一方面呢，是适当提高了基础年金的计算比例，另一方面是专门新设立了一个高龄专属加发的项目。这两边一叠加，好了，符合条件的65岁长辈，每个月银行卡里就能稳定的多出这2000元了。这里我可得特别提醒大家一句，这多加的2000块钱是跟着每月的年金一起发的，从2026年新制度正式开始的那个月起算，也就是说，之前月份没发的是不会补的，所以时间点很关键，大家一定要尽快去确认自己符不符合条件，可别稀里糊涂的错过了每个月都有的这份加发。那可能有长辈要问了，平英啊，我养老金都领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到了2026年，这钱就自动给我加上去了？答案是，只要您符合新规的资格，完全不用您再跑腿去申请什么，负责发放的部门会自动按照新标准调整您的发放金额，在下个月发的钱里就能体现出来。但是，如果您是刚刚达到65岁，正准备去办理领取手续的新手，那就一定得记得及时去办手续，只有这样，您才能顺顺利利地领到那份包含了加发部分的完整年金。说完了加钱，咱们紧接着来看的2个核心亮点，也是这次新制最让人拍手叫好的变化，排付门槛大幅放宽。啥叫排付门槛呢？我给您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为了把福利精准地送到最需要的家庭手里，设定了一个门槛，对领年金的人的收入和家里财产情况有个基本要求，超过了这个要求，暂时就不能享受一些额外的加发或者更好的待遇。而这次新规矩最大的进步，就是把这个门槛降低了，标准放宽了，让很多以前因为收入或者财产稍微超了一点线，而享受不到加发待遇的长辈，这次都能被照顾到了。那么，这个门槛到底在哪些地方放宽了呢？我给您细细道来。首先是收入这一块，标准提高了。过去啊，对您每个月除了养老金之外的其他收入，比如打点零工赚的钱、房子租出去的租金这些，有一个上限规定。新规定呢，把这个上限给抬高了。
这意味着，只要您的这些额外收入不超过新的标准，哪怕您还在发挥余热挣点零花钱，也一点不耽误您每月稳稳拿到那2000元的加发。其次是财产这一块，规定更有人情味了。以前对您名下房子、存款、股票这些资产的总值卡得比较严，新规定不光把这个总值的上限给调高了，还对您自己住的房子网开一面，做了特别豁免。简单说，只要这房子是您自己一家老小真实居住的，在审核财产的时候就不把它算在内。这个调整太重要了，它让很多长辈可能手里就一套自己住的房，银行存款或者其他理财稍微多了一点点，过去被挡在门外，现在终于也能享受到这份福利了，这真是解决了大问题。听到这，估计有长辈心里又犯嘀咕了，门槛是放宽了，那审核会不会特别麻烦、特别严格啊？这个您放100个心，相关部门在放宽条件的同时，把审核的流程也优化了。现在讲究的是门槛宽、手续简、监管强，审核主要靠各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共享，大部分情况系统自己就能比对清楚，根本不需要您再专门跑腿去开一大堆证明、交一摞材料。绝大多数符合条件的长辈都是无感通过审核的，什么都不用您操心。当然，万一有极少数情况，数据对不上或者有疑问，相关部门会主动联系您，只要您按照要求如实提供一下简单的说明或证明，很快就能通过，一点都不复杂。这第3个重磅消息就是，这次新制惠及的面儿非常广，足足有32万人符合资格。这个32万的数字可不是随便估摸的，是相关部门根据新定的排付标准，结合所有领取年金长辈的数据，一笔一笔精确算出来的。也就是说，有32万位65岁以上的长辈会因为这次新制度的实施，生活得到改善，要么是从以前不能享受加发，变成了可以享受，要么就是在原来领的钱的基础上，每月再多出2000元。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有说服力，它告诉我们，这次年金改革不是小修小补，而是一件惠及千家万户，让大量长辈受益的民生实事。所以，咱们每一位长辈都应该主动去了解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这32万分之一，千万别错过了。这里我得多念叨几句，有几类长辈特别容易忽略了自己可能是受益者。第一类是刚刚满65岁，正打算或者正在办理领取手续的，您去办的时候一定多问一句，确认自己符不符合新制度的加发条件，别因为不了解而吃亏。第二类是以前因为收入或财产超标那么一点点被排除在加发范围外的长辈，这次您务必再去查一查，因为门槛一放宽，您很可能已经入围了。第三类是年金领了好些年，但从来不关心政策变动的长辈，建议您也花点时间查查自己的到账金额，看看是不是已经按新标准调整了，避免出现该加没加的情况。说到这，我相信屏幕前的很多长辈和家里的子女们，最迫切想知道的就是，我家老人到底符不符合条件，该怎么查呢？别着急，我这就把最实用、最详细的查询方法和办理路径，一条一条告诉大家。查询方法一共有4种，您看哪种方便就用哪种。第一种，也是我最推荐给大家的，就是在手机或电脑上在线查询。您可以登录相关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或者下载他们的官方 APP， 也可以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进去之后找到年金查询或者老年福利这样的专区，输入您的身份证号码和密码，初始密码一般是身份证号后6位，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符不符合2026年年金新制的资格，以及每个月加发多少钱，什么时候发这些详细信息。如果是的一次用，可能需要做个简单的实名认证，跟着提示操作，几分钟就能搞定。子女们可以帮爸妈操作一下，设置好了，以后查询就特别方便。第二种方法是打电话查询，您可以拨打政府部门设立的专门服务热线，根据语音提示按按键，或者直接转人工服务，跟工作人员报上您的身份证号和姓名，他们就能在系统里帮您查到资格情况，还能现场解答您的各种疑问。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和电脑的长辈，足不出户，一个电话，事情就问清楚了，非常省心。不过我得提醒您，热线电话一般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11点比较忙，容易占线，您可以避开这个高峰时段打过去，能更快接通。第三种方法是去柜台现场查询，如果长辈觉得网上、电话里说不清楚，或者就想面对面问个明白，
那您可以带着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去您当地的社保办事处或者相关业务服务大厅，在窗口跟工作人员一说，他们就能为您打印出一份详细的年金发放明细单，上面白纸黑字写着您符不符合新制资格、加发金额多少、每个月发钱记录等等，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当场问个清楚。去之前最好留意一下办公时间，一般是工作日朝9晚5，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休息，规划好时间再去，免得跑空。第4种方法是委托别人代查。如果长辈出门实在不方便，自己又不会用手机电脑，那完全可以委托信得过的子女、亲戚或者朋友帮忙去查。代办的时候需要带上长辈的身份证原件，代办人自己的身份证原件，再填一张简单的委托书，一般在办事窗口就能拿到现成的表格，受托人就可以带您办理查询了，查到的结果再回来告诉长辈就行。这个方法充分考虑到了各种实际情况，目的就是确保每一位长辈都能方便地了解自己的福利状况。在查询和办理的过程中，大家可能会碰到一些常见的小问题，我在这先给您打个预防针，解答一下，省得您走弯路。第一个常见问题，查的时候系统显示资格审核中，这是怎么回事？这通常是新制度刚开始推行，部分长辈的数据还在系统里进行最后的比对和确认，一般等个3到5个工作日就能完成。您别担心，过几天再查一次，状态应该就更新了。第二个问题，如果查到自己明明符合资格，但发现发的钱好像没变多，没看到那2000元，怎么办？这种情况可能是系统调整有个时间差，或者个别信息有点小出入。您可以直接联系服务热线，把您查询到符合资格的情况跟工作人员说清楚，他们会帮您后台核对处理。如果确实漏发了，少发的钱会在下个月发年金的时候一次性给您补上，您的权益1分都不会少。第3个问题，这个排付审核是搞一次就完事了吗？不是的，这个审核是每年都会进行一次的，主要是看您上一整个年度的收入和财产情况。所以，就算今年您符合条件享受了加发，明年也还需要留意自己的状况有没有大的变化，确保自己持续符合条件，这样才能一直安心的领下去。除了上面这些核心内容，关于2026年的年金新制，还有几个细节我觉得也得跟大家念叨，做到心里有谱。第一，年金发放的时间跟以前一样，还是固定在每个月的某个日子。这多加的2000元会和您原本那份年金合并成一笔钱，一起打到您的账户里。您在发钱日之后去查银行流水，就能确认是否到账了。第二，新制度实施后，开始领取年金的年龄门槛没有变，还是65岁，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有些年金种类本身有一个逐步提高领取年龄的长远规划，您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自己参与的是哪种年金，确认好自己最佳的办理时间，别耽误了。第三，对于那些已经符合领取条件，但一直还没去办手续的长辈，我真心建议您别再拖了，因为年金的申领权利是有时效的，一般是5年，过了这个期限再想补领就非常麻烦了，可能就领不到了。千万不要因为怕麻烦或者觉得不着急，白白损失了自己应得的权益。聊到这，可能有些长辈还想知道的更深入一点，我的年金具体是怎么算出来的？除了这加发的2000块，我原本的基础部分能拿多少？行，那我再用最直白的话，给大家简单说说2种主要年金的计算思路，让大家心里有个数。首先是劳工保险老年年金，它的计算有2种公式，系统会自动选那个能让您领得更多的结果发给您。第一种公式是您职业生涯中工资最高的60个月的平均投保薪资乘以您交保险的总年数，再乘以 0.775%， 然后加上3000元。第二种公式是同样的平均投保薪资乘以总年数，再乘以 1.55%。 看出来了吧？您过去上班时工资越高，交保险的年头越长，算出来的基础年金自然就越高。然后是国民年金老年年金，它也有2种计算方式，同样也是按高的那个发。第一种是固定的月投保金额乘以您交费的总年数，再乘以 0.65%， 然后加上3772元，注意有些特殊情况不适用这个加法。第二种是月投保金额乘以总年数，再乘以 1.3%。 国民年金的月投保金额是固定的，每年会微调，您可以看看自己的缴费单据，就知道自己的投保金额和交了多久了。
而咱们这次新制度加发的2000元，是在上面这些公式算出来的基础年金之外，额外再加上的，完全不影响您原本基础部分的计算。所以，您最终拿到手的钱，就等于按老办法算出的基础年金，加上符合条件就有的2000元加发。这里还得专门提醒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事，领年金和您退不退休、继不继续工作没有直接冲突。很多65岁的长辈身体硬朗，还想找点事做，发挥余热，这完全没问题，不影响您领取年金和这2000元的加发。只要您满足了领取年金的条件和新制度的排付标准，哪怕您还在工作岗位上，每月该领的钱照样一分不少的领。不过呢，如果您继续工作，并且单位给您交着劳保，那么新的工资可能会影响您将来基础年金的计算。这个细节可以咨询一下您单位的经办人员或者社保部门，弄清楚就好。另外，也有长辈关心，如果我没到65岁就提前领取了年金，还能享受这2000元加发吗？答案是不能。按规定，提前领取年金，领取金额是会打折的。而这2000元的加发是专门给达到法定年龄65岁的长辈的福利。反过来，如果您到了65岁不急着领，选择晚几年再开始领，那么每推迟1年，您将来每月领的钱还会按比例增加，而且这2000元的加发，您也同样能享受。具体晚领增发多少，可以查查政策，您可以根据自家情况好好盘算一下。聊了这么多具体的条款，最后我想跟各位长辈和朋友们说说心里话，聊聊这次高龄年金新制背后那份更深的心意。咱们国家现在高龄长辈越来越多，大家辛辛苦苦一辈子，退休后的生活保障是社会特别牵挂的事。这次新制度的推行，不仅仅是一笔钱的增加，更是整个养老保障网织的更密、更牢的体现。通过放宽排付门槛，让福利的阳光照到更多原本在边缘的家庭。通过每月实实在在的2000元，提升大家手头可支配的钱，让生活品质更好一点。通过简化查询办理流程，让好政策能够畅通无阻地落到每一位需要它的长辈身上。这一切的调整，都是对长辈们一生奉献的真诚回响，是想让大家真正能够老有所养、老有所安，踏踏实实、舒舒心心地把晚年过好。但话又说回来，政策再好，福利再实在，也需要咱们自己主动去关心、去对接。我见过不少长辈，因为觉得政策复杂，或者怕麻烦，错过了本该属于自己的权益，等后来知道了，却因为过了时限没法补，真的太可惜了。所以，我希望大家听完我今天这番话，不光自己赶紧去查查、问问，也一定多跟身边的老伙计、老邻居们通通气，把这个好消息传一传，让更多符合条件的长辈都能搭上这班车，咱们一个也别落下。如果在查询、办理时真遇到什么问题，大家千万别慌，更不要病急乱投医，轻信社会上那些所谓有门路、包办的陌生人。现在确实有一些骗子，专门盯着对政策不熟悉的老人家，用代办公道老金加发，交手续费就能通过审核，这种话术骗钱。咱们一定要提高警惕，记住一个原则，所有年金业务绝不通过任何私人渠道办，绝不交任何所谓的手续费或代办费，一切查询和办理只认官方渠道、官方热线，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打正规的电话去问，这样才能牢牢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守得住安全。好了，最后我再给大家把几个最关键的信息捋一捋，您记在心里。2026年高龄年金新制已经上路了，65岁以上长辈每月能多拿2000元，排付门槛大幅放宽，条件更友好，预计有32万长辈符合资格。查询方法有4种，在线、电话、去柜台、委托代办，选您方便的就行。已经在领年金且符合条件的长辈，不用您申请，钱自动加。新符合条件要开始领的长辈，记得及时去办手续。申领年金别忘了有5年时效，千万别拖延，现在行动起来去查询，一切都还来得及。各位长辈朋友们，我们辛苦了一辈子，为家庭和社会付出了无数心血，晚年最盼望的就是安稳踏实。2026年高龄年金新制，正是国家对我们的一份心意，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希望大家抽空查查自己的情况，把该享的福利稳稳拿到手里。愿每位长辈今后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手中有保障，心中有温暖，安享幸福的金色晚年。如果觉得今天的分享真的帮到了你，那么请别吝啬，给我点一个大大的赞，
随便点击下边的小铃铛，订阅岁月安心站，也别忘了请帮我分享给身边你关心的人，特别是家里的长辈。感谢收听，咱们岁月安心站，下次再见。